第二季其实它依然有燃跟热血的那一面，但是它会有一个很凝聚的一个悬疑的故事性。它的这种悬疑，甚至是有一点点惊悚的感觉，可能会是这一次就是非常大的一个看点吧。这一次在美术、造型、置景、特效上都有了一个全面的一个提升。我们在光影上做的更加精致一些了，然后都是尽量用到了一些高端的一些，比如说电影器材，是吧？比如说像那个王野的乱金拓，是吧？你比如一的时候，我们其实乱金拓就是升格拍，但是这次我们还用到了 MOCO， 然后比如1000格把它拍下来，然后他们同时还在动，然后但是还会画面中有一个镇上的王野，然后他也在走。既要做到还原，又要去提升这个观众对于原漫那个点的感受的一个放大，眼神的一个细腻的传递，微表情的一些传达，可能是真人剧集比较独特的地方。我们这次所遵从的形其实不是单纯的外形，从这种形上，然后去追求它的神似，就会觉得他就是成都，他就是一个艺人。做了一些准备，就是有一些体能的训练。每个演员都有他自己的招式，每个演员在学他固定的自有招式的时候，会融入他本身的角色，这个是挺开心的一点。每个场景具有自己的特色和自己的基础的造型元素。我当时进那个景的时候都震惊了，那么大的修身炉，所有的机关都是可以运动的。这一季我们邀请到很优秀的美术师，就是图南老师。图南老师是《妖猫传》跟《繁花》的美术总监，然后他其实来帮我们出了很多的概念。原漫中的修身炉就是一个炉的外壳的展示，我们尊重了它的具体的这个造型形态，进行了视觉化的一个呈现。用的元素是丝线的这个元素，整个修身炉呈现的相当于是一个大型的丝线的一个编辑器。安保的篮球馆的这个壁画呢，也参考了偏立体主义的这么一个感觉，设置了一些这个花朵的图案，还有这么一个提示感。我叫陈朵。我们去梳理这些特效的时候，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是在做一个漫改剧，漫画的东西变成具象，放到这个现实世界里边，就能让观众信服，特效出来就比较好看。我们反复的推断去思考，陈朵的这种毒，它会画成什么？要能给到观众有很残酷的这种痛感，但是又有一种美感。右村是长什么样的？修身炉这个炉子是长什么样的？气到底怎么表达？人偶如花是长什么样的？当然我们可以参考漫画跟动漫的形象，但是它作为影视，我觉得它需要更多的细节，也有一个更扎根的文化底蕴，我们是做不出这种办法。只有我们拍的时候不足的地方，我们去把它升级，去把它做得更细致跟细腻。齐心协力去做这样的一个有突破性的一个作品，这也是我觉得热血动物非常感人的一个地方。1、2。